老张，绿联 NAS 翻车你知道吗？翻车？之前我看测评的口碑很好啊，硬舔 UP 主都被人挖出来了。我的天，多亏我没掐呀，要不然也得被人给网爆了呀。擦，你那叫恰不上，不是没恰。别这样啊！我有个主意，现在咱们出个绿联 NAS 的评测，咱们反向蹭一波流量呗。你还会测 NAS？把妈去掉，你看看我有多少 NAS， 你就知道我能不能测一台小小的 NAS 了。这个是主 NAS， 然后这是我们的冷备份，然后再给大家看看我拆下来的 NAS， 这是一个16盘位的，这里都是有东西的啊，不是假的，看到没有？全部都是 SAS 盘的。那又一台16盘位的，这是淘汰下来的其他的 NAS， 我原来有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我工作室就有7台 NAS， 还会测 NAS 吗？好了，言归正传啊，这个就是当时的 NAS 绿联型号 DXP4800。你看它这个物流的标签贴了几层啊？1、2、3、4，我这是第4层，说明这至少已经被退货过4次了。配件。电源适配器、电源线、2根网线，你看我为什么说是退货的？看到没有？那根网线的那个捆扎绳都掉出来了。2个 SSD 的散热硅脂，这儿有说明书，然后这儿还有螺丝和螺丝刀，它是铝合金的材质啊。群晖的这个 DS9 系列或者 DS4 系列都是塑料的。然后一个防尘网，1、2、3、4，抽出来看一下啊。但是有一个问题，注意啊，这儿有一个螺丝，看到没有？顶住了这个硬盘，所以硬盘放进来之后是斜的，所以你看这儿是对不上的，这都是对不上的，整个硬盘是这样斜着的一个状态。硬盘的螺丝孔位对上，然后这样一捏，然后就 OK 了，这样咔嚓就 OK 了。比群晖多 HDMI 接口。USB 也更丰富一点，然后非常慷慨的给了2个 2.5G 的网卡，做工还是非常好，非常沉，非常沉。这下面应该是升级内存的地方。咱们先来看看它的产品参数啊，我买的就是这个绿联 DXP4800，这是4槽位的基本版。哇，这个 UGOS Pro 的这个应用中心也列举的很全啊，离线下载，这个咱需要。音乐播放器，哇，这个也可以。相册、文本编辑、全局搜索，音乐和音乐播放器写重了。影视，迅雷下载这我也需要啊。参数列表 ，N100 4核4线程7，这不是7纳米啊，这是英特尔7，这个不能叫7纳米。UHD 咱看到了，它标配的是8G 的 DDR5 内存，单槽也就是单通道，最大可更换16G。内置了闪存，就是 eMMC 啊，32GB，这个装一个系统是没问题的。它的这个 UGOS Pro 应该就是装在这个闪存里的。这样不用占用咱们硬盘的空间。4槽 SATA 3的协议，不支持 SAS。双 M2 插槽，支持 NVMe 协议，最大2280尺寸。双网卡是英特尔的 i225-V。USB 3一共有3个，分别是 Type C 的10GB 版本。Type A 的10GB 版本和后置的 USB 3.2近1:1，应该是5Gbps 的半写版。后置还有2个 USB 2.0的接口。哎呦，还有一个 SD 读卡器啊，这个好评，非常方便你传这个相机拍的视频。HDMI 输出最高支持4K 60赫兹。电源线。直接认出来了，这非常好。咱们先给它更新系统啊，因为它最近在修复。咱们来看看老百姓是不是冤枉人家了。这个易用性倒是比群晖要高。群晖第一次设置，一般来说还是需要用电脑来配置。目前也是最新版。今天是6月7号，我刚买的设备，结果4月10号外部存储设备3disk 3.2近1已插入。我这莫非还是某个 UP 主恰完饭的机器给我发过来了吗 ？OK。整个界面跟群晖基本是一样的，右侧是通知区域，上面显示的这些参数更多一些。右边这个可以系统级的操作，比如说重新启动之类的。存储池创建成功 ，NVMe SSD 作为缓存。第一个问题来了，不支持拖拽存储。哈哈哈，这让人怎么用啊？只能这样，看到没有？上传。
哎，这又出来了，看到没有？它是没有任何的一个地方提示，在这儿，我去吧。拖完没有任何反应，然后就开始传了啊！哎，然后你看不能多选，看到没有？那怎么多选呢？啊，按 Shift 可以多选。好，然后咱们拖到桌面上，注意啊，看到没有？不可以拖拽。那如果我想下载怎么办呢？右键点下载，它调用的是浏览器的下载，下载还自动带了一个文件夹。这会导致你下载的时候，你的文件夹目录是乱套的。幼儿园水平啊，算是姑且能用吧。这玩意儿用起来是越用越糟心啊。这个 Green NAS 就是现在这个绿联这台 NAS。然后你看，如果我想在里面建一个文件夹，我正常挂接完之后，那就是新建文件夹，看到没有？它是不让我建这个文件夹的。那群晖是什么样的呢？这是群晖啊，大家注意看，你可以随意的。来设置文件夹，所以那我设置文件夹就只能在这儿吗？我看一下啊，新建文件夹，我叫老张的宝贝，你看只能在这儿建，建完之后在这儿应该就出现了啊。哎，这为什么还是不让我浏览啊？这个能播吗？这是 NAS 上的东西啊，我刚才挂接的，播放都是没有问题的。但是你看，我新建的这个文件夹权限就错乱了。第一，我不能建；第二，我建了之后，你看我进不去。但是事实上，这个文件夹的权限我看一下啊，你看我是可以读写的，这是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啊。好，接下来咱们拷贝一下数据。来看一下啊，看它的这个速度怎么样。是绿联的网络挂载盘符，这是我的本地直接拷啊。133兆啊，跑了一半，146，好一点了，开始在往上走了。CPU 占用率35%，确实比较高啊。现在慢慢的爬了181。哎，你看这怎么回事？咋还会自动自动把我踢出来了？非常不稳定啊，跑不满，又下降到109了，但它最高确实蹦到280了啊，非常的不稳定。你看，又给我踢出来了，我去吧，这是什么玩意儿？你看，又启动，又重启了。CPU 占有率呢，就是35%左右，高的有点离谱啊！大家注意看啊，群晖，我现在这个拷贝操作 ，CPU 占有率大概6%，网络全部跑满啊。276，一点剩余空间都没有。280，我现在在 NAS 上已经插了一个 SD 卡啊，还插了一个磁吸式的硬盘，比群晖还是要强，因为它支持 SD 卡。外部设备直接就出来了。那理论上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个文件就拖到我们的 NAS 文件夹里。OK， 然后拖，不能拖动，我去吧，这看到没有，拽不过去的，我只能这样，右键复制到哪儿去。我去，这也太费劲了。这样。OK， 这就过去了。然后这为什么出现这么多呀？这取消也没有一个一键取消吗 ？SD 卡是可以拷的啊。然后咱们再来看看磁吸硬盘，就是移动硬盘。那我们试着拷这两个，还是不能拖动选择呀。OK， 那我们来点击复制到Green NAS。Request failed start code 404，我的天呐，这他妈简直做的是什么玩意儿？看到没有，不停的在弹，我是局域网哎，大哥，你弹完了没？装一个应用的时候还不能同时装另一个，我操，这哪个神仙设计的？你好歹能让我把这个最小化也行啊，你装你的，我下我的呗，你看。点一个，然后你等一个，
看起来倒是很全的，但是里面没有迅雷啊。迅雷是老张必须要用的一个东西。我买 NAS 很大原因就是为了迅雷，所以咱们去迅雷的官网看一下，就是不是需要单独下载绿联。前往绿联官网下载绿联云客户端，在迅雷端让咱们去绿联官网下载，绿联这儿让咱下载绿联云，然后都下载完了，这个应用中心里面没有迅雷，哇，这个简直了，好吧，忍了。那咱们来看看这个大家比较习惯用的，你这个机器买来呢就是看电影呗。好，它会开始来对咱们本地的这个库来做一个索引，哎，出来了，更多了啊。好，小马宝莉，大家假设这儿已经有封面了，因为没有加这个封面库，什么情况？哎，这次好了啊。好，拖放一下试试。可以在页面中全屏。它是无法挂载这个互联网上的字幕的啊，拖放稍微有点延迟啊，但基本上可以看。接下来音乐也是很重要的，正在加载，需要我们自己来指定音乐的文件夹的目录啊。哎，为什么是白的？哼，这也可以啊。添加文件路径，看到没有？文件出不来了啊！文件管理器是正常的，音乐不能用。两个功能几乎不能用啊。这是图库，那我们来开启图库。这不是我的个人文件夹吗？对呀。啊，他的意思是我得把照片必须放在我的个人文件夹里才行。那我就这样还拖不过来，对吧？你看，不能拖放，我去吧。那我就移动到，又刷新了。我靠，能不能让我干完一件事儿啊？然后我把它移动到用户文件夹，对吧？又重启了，我靠，妈砸东西了我要！用户文件夹确定。不能为空或根目录，你他妈搞什么？我要在这儿再建个文件夹吗？还要在这儿新建共享文件夹 ，PHO 这个 photo， 然后你别弹了行吗？别弹了，创建 ，OK。Oh my god， 没见过烂东西，没见过这么烂的。创建成功完，你看文件夹呢？他又给我创建到共享文件夹里去了，那我用户文件夹我怎么建啊？你这儿不让我建文件夹，我新建共享文件夹又到上头共享文件夹里去了，哥们儿失态了都要。那我再试一下啊，是不是要用这个复制一下，到用户文件夹，再粘贴一下，没有右键，看到没有？不让用右键。我不配用这个相册功能，就是你就当没有吧。我开启了，然后没有任何反应，我也不能选，看到了吗？没有地方说选择使用此文件夹作为个人文件夹，个人文件夹里又不让我拷文件，那还有啥可玩的呀 ？Docker 也是常用的，它是轻应用嘛。那我们来下个无斑图试一下，默认 Lattice 这个都和群晖的那个逻辑是一样的。下一个试试。本地镜像这儿下载中啊，为什么一直是不动的呀？这个好像昨天我看有一些论坛的网友确实说到这个问题。然后他官方说的那个百度语音同步在哪儿啊？没有这个功能啊，更没有那个所有语音同步都没有啊。这个是可以远程访问，就是在公网上。可以访问咱们的这个 NAS， 然后你还可以用 DDNS 来内网穿透，这个功能它应该做得很好。这个是群晖最烂的一个地方，最差的一个功能。哎，跳到了绿联云，绿联云会做2次转发，然后指向咱们的这个内网设备。我是没有公网 IP 的 ，OK， 这是可以的，非常好。好了，完败。
网友吐槽不是没道理的，为什么你的好评率直线下降了40%？咱们还是得认真对待产品啊。